水培概论第9集：垂直农业。什么是垂直农业？垂直农业是在垂直堆叠层中种植农作物的做法。它通常包含旨在优化植物生长的可控环境农业，以及无土栽培技术，例如水培法、鱼菜共生和气培法。用于安置垂直耕作系统的结构的一些常见选择包括建筑物、运输货柜、高隧道和废弃的矿井。通过使用可控环境农业 （CEA） 技术，这种现代理念采用了室内耕作技术。温度、光、湿度和气体的人为控制，使得在室内生产食品和药品成为可能。在许多方面，垂直耕作类似于温室。在温室中，金属反射器和人造照明增强了自然光。垂直农业如何运作？理解垂直耕作的工作方式有4个关键领域：1、实体布局；2、照明；3、种植介质；4、可持续发展。1、实体布局。垂直农业的主要目标是每平方米生产更多的食物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在塔式生命结构中将农作物堆叠起来进行耕种。2、灯光。自然光和人造光的完美结合被用于维持房间内的完美照明水平。3、种植介质。在垂直农业中不使用土壤，而使用水培、气培或鱼菜共生用的培养基，培养石或岩棉以及类似的非土壤介质非常普遍。4、可持续发展。垂直耕作方法利用各种可持续性特征来抵消耕作的能源成本。实际上，垂直农业用水减少了 95%。垂直农业的优势： 1、为未来做准备； 2、全年增产； 3、不受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； 4、有机农作物产量增加。1、为未来做准备。到2050年，预计将有约 80% 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，人口的增长将导致对食物的需求增加。垂直农业的有效利用可能在应对这一挑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、全年增产。垂直种植使我们能够在相同的种植面积上种植更多的农作物。实际上，1平方公尺的室内面积相当于至少4至6平方公尺的室外容量。另外，在受控的室内环境中可以全年进行作物生产，而室内环境完全由垂直耕作技术控制。3、不受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。暴雨、旋风、洪水或严重干旱等自然灾害可能会对田间作物造成不利影响。由于全球变暖，这些都已变成越来越普遍的事件。室内垂直养殖场不太可能受到不利天气的冲击，从而使全年的收获量具有更大的确定性。4、有机农作物产量增加。由于农作物是在良好控制的室内环境中生产，而无需使用化学农药，因此垂直种植使我们能够种植无农药和有机农作物。垂直农业的局限性：
一、没有既定的经济学；二、授粉困难；三、人工成本；四、对技术的依赖性太大。一、没有既定的经济学，这种新的耕作方法的财务可行性仍不确定。建造摩天大楼用于农业的成本，加上照明、供暖和人工等其他成本，很容易超过我们从垂直农业的产出中获得的收益。二、授粉困难。垂直养殖在受控环境中进行，没有昆虫，因此授粉过程需要人工完成，这将是劳动密集型且成本高昂的。三、人工成本。由于垂直农业的能源成本很高，劳动力成本集中在工资较高的城市中心，而且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，劳动力成本甚至可能更高。但是，垂直农场的自动化可能导致需要更少的工人。四、对技术的依赖性太大。更好的技术的发展总能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，但是整个垂直农业都极其依赖于各种照明技术、旱维持温度和湿度的技术，